Hello，大家好，我是 Pa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是我们百万挑战的第2集，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 C 贝参与一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今天的手牌吧。第一手牌盲注级别200、300，起始筹码5万 ，Hijack Race 1000。我在 Button 看到最好的起手牌 AA，3 倍到3500，Hijack 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3Q Rainbow， 我这边选择下了一个小注2000，Hijack 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黑桃 K。其实在一个3倍 Par， 我并不是太担心对手有 Q， 因为有 Q 的组合并不是太多。而且他翻牌并没有 raise 我们，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去拿价值。我想了一下，最后下了一个大概半池左右的6000，Hijack 想了一下，选择弃牌。我们在一开始就非常顺利收下了这个底池。第二手牌 Cut Off Limp 300，我在 Button 看到 KQO raise 到1500，小盲跟注1500，Cut Off 也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9J Rainbow， 我觉得这边过牌跟下注都可以。那这次我选择过牌来保护一下自己的过牌范围。转牌来了一张红心十，这张红心十非常好，我们现在变顺子了，而且其他玩家不太会有 AK 这种上顺。那在他们都过牌了以后呢，我觉得这边下小注或重注都可以。我这次是选择下了一个小注1500。小盲跟 Cut Off 都选择跟注，合牌来了梅花6，这是一张 Blank。前面的玩家继续过牌到我呢，我这边下了一个比较重一点的注，我打了6000，就是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两队来支付我们。那很可惜，最后小盲跟 Cut Off 都选择弃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UTG 看到了77 raise 到1000，Low Jack 跟注1000。Cut Off 这边 squeeze 到3000，那面对那么小的 squeeze， 我这边选择跟注 ，Low Jack 也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K38 两张红心，我们过牌到 Prefer Racer， 他也选择过牌了，转牌来了一张红心2，一样三家都选择过牌，合牌来了一张红心9，现在台面上有4张红心。我们有红心7，算是还不错的一个摊牌价值。但是如果这边跳出来下注的话，很有可能会 value 到自己，所以我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Cut Off 这边下注了一个半池左右的5000。那如果面对其他的玩家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弃牌，因为他在后面还有2个玩家的情况之下呢。它确实会有很多，例如说红心 A， 甚至红心 Q、红心 J 这一些手牌，但是他在前面几手牌，我有看到他秀了一个 bluff， 所以我把它标记成一个有能力炸胡的一个玩家，所以最后我选择跟注 ，Low Jack 弃牌了。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Cut Off 就直接 mark 他的手牌了，所以我们赢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1+2 Limp 300，我在 Low Jack 看到 J10 同花 raise 到1800，小盲大盲+1都选择跟注+2弃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非常好，来了62两张黑桃，我们现在集中了一个顶对代买花，我这边选择下注了一个小注2200，然后呢小盲在这边直接 raise 到2万。这个 raise 是非常大的，而且他 raise 完以后呢，后手大概剩2万的筹码，大盲跟+1弃牌了。这位玩家就是上一手牌我们用77合牌跟注了，然后他直接 mark 我说，我把他标记有炸胡能力的玩家。那我下注2200的话呢，他直接加到2万，我看起来他的手牌就很像是一个 draw 这样子。
最后我想了一下，我就选择直接 all in 了，但是一 all in 马上被他秒跟，最后他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牌，他有22，那我们判断错误了，我们来一起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吧。很幸运，最后开出了我们的同花，我们卑鄙的对手，真的很不好意思。下一手牌我在 UTG 看到了88 raise 到1000，Hijack 跟 Button 选择跟注，小盲在这边直接 all in 他后手6700，行动回到我。我觉得我的88是不能盖牌的，因为这个 all in 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用跟注的话呢，很容易把 Hijack 跟 Button 带进来，那其实我并不是很好处理翻后的事情。那如果我这边要 raise 到，例如说13000、15000呢，其实也把自己打套池了。他们两个后手大概是4、5万左右的筹码，如果我加了13000、15000，我好像必须得跟住他们的 all in 了，所以我就直接选择 all in。在我 all in 了以后呢，他们都借过了，都选择弃牌。小盲在这边开了一个 J9O，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跑马吧。这也是9代，4秒。双头顺啊！我们运气非常的好，跑赢了这个 flip。下一手牌 UTG Limp 300，我在 low 券看到 KJ 同花 raise 到1500，Button 跟注，行动来到大盲的玩家，他选择 3 倍挤压到6000，UTG 弃牌，我选择跟注，Button 也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672两张黑桃，大盲选择过牌。那我的手牌跟这一个翻牌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也选择过牌。Button 也过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梅花8，大盲还是选择过牌。那我觉得大盲应该是要放弃了。或许他这边还会有一些 AAKK， 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直观的 flop 去 C 倍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盲的牌看起来很像 AKAQ， 现在要放弃了，所以我就决定要来偷这个底池了。我在18000的底池下注了一个8000，Button 跟注，大盲弃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合牌。合牌来了一张黑桃 Q， 前门花到了。那 Button 这位玩家就是刚刚22中 set， 然后我 flop 打一个2000，他直接加到2万的这位玩家。还有我前面有一个拿77去4张花，然后我去抓他 bluff 的，然后我说我把他标签为一个有能力炸胡的玩家。那我觉得如果这个玩家他在翻牌，例如说中 set 了，我觉得他不会慢打，因为刚刚我打2000他就加到2万了嘛。那如果他有一个同花天牌在 flop 的话呢，我觉得他也是会打的。所以目前我看他的手牌就有一点像是，例如说有一张9，有一张5在买双头顺，甚至去买一些嘎下的组合。但是我很确定他没有前门花的组合，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这种风格的玩家 flop 有一个同花天牌的时候是几乎会下注的。那最后我就决定要偷这个底池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底池偷也不用太大，因为他 miss 双头顺这些组合呢，就是你打小一点他就会跟住了嘛。但是他会跟住的，例如说什么68、78，但是我觉得那种牌他甚至转牌会直接加回来。OK， 最后我决定在34000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万。那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Button 很快就盖牌了，所以我们很幸运收下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UTG 跟 Hijack Limp 300，Button raise 到1200，我在大盲看到了 AQ 同花3倍到5000，结果 UTG 跟300的玩家，他现在又跟了这个5000，其他玩家弃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636 Rainbow， 那这个翻牌很适合全范围下注，所以我选择下注了一个4000，UTG 跟注。转牌来了一张黑桃9，那这张牌非常好，我们现在多了后门花了，而且我们的两高张说不定也是好的，底池已经差不多2万了。我看了一下对手的后手大概剩3万多，所以我想了一想，我觉得直接 all in 抢下这个底池也不错，
所以我选择 all in， 结果 UTG 竟然是秒跟，我想说死定了，结果他开了一个7-8黑桃，那我们的同花还有压制到他现在有一个双头顺再加2张本体，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挡住这个 all in 呢？我们运气非常的好，赢下了这个跑马，然后收下这个巨大的底池。下一手牌盲注级别200、300，大盲前注300，UTG 加1加2都选择 limp 300，Hijack raise 到2200。我在 button 看到33也选择跟注，大盲跟注，前面3家 limp 的都选择跟注，所以我们6家大乱斗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37J 2张黑桃。这个翻牌非常好，我们击中了 set， 然后呢 Hijack 在这边下注了一个6000，其实他这个6000代表他的牌力蛮强的，因为他后面还有5个对手，然后他下注了也快半池了，所以我想了一想，我这边选择只用跟注的，第一个他的牌力展现非常强，然后第二个我后面还有那么多玩家，我也希望把他们带进来，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大盲跟注，其他玩家弃牌，我们3家一起看到转牌，转牌来了一张方块6，Hijack 这边过牌了。那我觉得他这边即便是过牌，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overpay 或者是 AJ 选择控池之类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大盲后手还有大概7万的筹码，那我觉得这边不能下太小，因为我会希望合牌可以跟他打完。所以我想了一下，我在这边下注了一个2万。然后大盲跟注 ，Hijack 这边弃牌了，我们2家看到合牌，合牌来了一张方块 K， 那底池已经7万出头了，然后大盲的后手大概剩5万，所以我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选择直接 all in， 然后在我 all in 以后，大盲很快就弃牌了，那可能是一些买牌的部分，然后我们收下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加1 raise 1500，low jack high jack 跟注，我在 cut off 看到 QQ 选择 raise 到7000，大盲这边空降冷跟了7000，加1也跟注，其他玩家弃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K54 2张红心，我还没动作的时候呢，加1直接在2万4的底池 all in 他后手的3万5。那加1这位玩家，我在3万3、2万2有跟他交手过，算是打得比较激进的玩家。那他这边的 all in 可能有很多的同花听牌，还是一些顺子听牌之类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跟大盲的后手都非常的深，我们都还有20几万以上，那也就是还是有一个700-800 BB 的后手。那在有一顶帽子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非常的痛苦，我这边跟注也不是 all in 也不是，如果今天大盲的后手也是正常的马量2-3万的话，我觉得我这边应该是不会走的，但是因为筹码量的关系，所以我非常痛苦，思考了一段时间后，我选择弃牌。在我弃牌了以后，大盲马上跟注，结果看到他们的2个底牌确实震惊到我了。一个在买双头顺，一个是 J6 在买花。虽然我没有在底池，但是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精彩的跑马吧。开着啊，开谁的？你的，开他的话呢？哇，2K 等下再开吗？你就给我推那么快干嘛？啊？又就这一台。下一手牌我在 low jack 看到 JJ raise 到1500。Cut off button 小盲都选择跟注，行动来到大盲的这位玩家，他 3 倍挤压到7500。那大盲这个玩家，他在前面我观察到他的一些 3 倍 size 都还蛮标准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观念的玩家。他如果在这边有很强的牌，像是 AAKK，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尺寸。他现在这个7500偏小，而且现在我们的后手都非常的深。他的后手我目测大概有18万，也就是现在是600 BB deep 的一个状况，然后我 cover 他，我甚至觉得他这边连 QQ 都没有，我觉得他 QQ 会加更大。然后呢，因为我后面还有3位玩家，我也不想在这边只是跟住，然后把后面3位玩家都带进来，
那我翻后会不太好打。如果这手牌我后面没有人的话呢，我的 JJ 可能就比较倾向于跟注。那现在我后面还有3位玩家，然后呢，大盲我觉得他的牌力并没有太强的情况之下呢，所以我选择 4倍回去。在我思考了一段时间，我这边4倍到17000，然后我后面3位玩家都弃牌了，大盲选择跟注，我们2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JQ3 Rainbow， 这个翻牌非常好。我们竟然在一个4倍帕击中的 set， 结果我还没动作的时候呢，大盲在这边跳出来打了一个12000，大概是1/3的注码。那我觉得我这边没有必要加注他，因为说真的，他就算是 QQ 这边都不会跳出来打，而且我也觉得他翻前可能没有 QQ。那我这边就是跟注去保留他所有的炸胡范围，最后我选择跟注。转牌来了一张梅花7，然后大盲在这边过牌了。我看了一下他后手大概还有15万的筹码，所以我这边下注也不能太小，因为这样合牌就比较不能顺利的去 all in 了。我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下注了一个大概半池左右的注码3万。在我下注以后，大盲很快就弃牌了。我们收下这个非常好的底池。随着这手牌的结束，今天的比赛也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在 C 贝参加一场3400的限时锦标赛，报名的时候有使用200的折价券，所以买入是3200，中间休息的时候有 add on 的费用也是3200，最后结算奖金是17300。今天运气非常的好，非常的顺利，希望可以继续保持。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这里是 Panda Poker， 我们下次见。